大家好，我是邵医生。很多人都认为自媒体创业就是要在卖笑、卖私生活、卖外貌等等，然后就说自己不想做这些，我放不开啊，我有顾虑啊，从此就得出一个结论，自己不适合做自媒体。就是这样的，很多人把自己以后的路堵死，往往就是这几秒钟的一个念头，这念头可怕的植入到他们的潜意识里面。但如果你懂得用商业思维去看整件事的话，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非常的大，在国外有很多的 YouTuber 完全没有做过你认为的这些事，他们甚至完全不露脸，但他们却可以赚到更多的钱。你知道当年的马云是如何创立阿里巴巴的吗？就是因为他到了美国拥有了世界观，所以看到了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。什么叫做世界观？其实说白了，就是他看到了亚马逊这电商的平台而已。这样他有了一个在中国打造电商平台的梦想。这玩的其实就是一个信息差，就是把一些在国外已经很成熟的商业模式搬到了亚洲市场。同理，如果你能够把国外已经很成熟的做频道的方法搬到你所在的地方，那你是不是就能够成为第一批的领头羊呢？今天这部影片我会公开我最近分析外国不露脸在 YouTube 赚钱的商业模式。你可能会担心我把这些公开了，那是不是很多人都抢着去做呢？我告诉你不会的，就算这部影片能过百万人看，但真正会动手做的可能只有几十个，而真正能做成的只有几个。很多人都是不相信的。当年所有的人都说马云是骗子，那夏虫不可语冰，我们没有必要跟夏天的虫子谈兵，对吧？它活不到冬天的，所以这部影片只渡有缘人。我一步步的跟大家一起分析，支持我的兄弟姐妹一定要为我点赞撑腰啊！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，这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再错过这些资讯，你一定要跟我连接，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首先，在抖音上有一个非常商业化但很赚钱的模式，叫做短视频带货，就是他们整部影片可能只有1分钟或者几十秒，但都在说产品。我随便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这个 Apple Watch 的防水测试，然后它影片的内容呢，就是把 Apple Watch 放到水里面去泡，然后就会得出一个很惊讶的结论。哦，原来用电的手表还真的可以防水啊！那么觉得这功能很有用的观众就会到他们那边购买 Apple Watch 了。这种方法之所以很赚钱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花广告费，但他们却可以透过抖音的演算法，把这部影片推送给精准的潜在客户。这些潜在客户可能是喜欢手表的，或者有消费能力的，又或者喜欢游泳的，都不一定。但他们能点进来看你这部影片，就肯定对你这个功能有兴趣，然后就有机会转化成在你这边消费的客户。但是在 YouTube 这种带货的文化还没有流行起来，通常都是一些网红以业配的形式，比如说我在拍 vlog， 然后在 vlog 里面通过什么真人实测或者软植入之类的方法，才可以把产品引进来。所以大家才会认为你必须要先成为一个网红，你必须要露脸，你才有商业的价值，人家才会找你合作，因为观众认的是你这个人，而不是产品。但是如果你去看一个外国的 YouTube 频道，叫做 Quantum Tech HT， 你会发现它整个频道都是在讲产品，比如说建筑的产品啊，汽车的产品啊，然后它居然有1100万的订阅。那么大家可以猜一下它的收入。我们先看每个月 YouTube 给它的广告费啊，在4万到差不多70万美金的范围啊。一般我们看它的中位数会比较准，也就是差不多30多万美金。你们自己去换算一下你们地区的货币。那这个我们还没有算厂家给他业配的钱哦，我相信会比这个数翻上几倍，因为他一部影片里面通常都代言了不止一家产品。我们看，他有一部影片是讲30个会让人感到惊叹的厨房小工具，那么这部影片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人观看，但也有60多万人啊。你会发现他的这些影片都不是他自己在做的。比如说今天他选了一个厨房的题材，那他的影片素材来自哪里呢？很简单，你只需要在外面找一下厨房里面有趣的小产品，然后在抖音找到一些短视频，或者把别人厂家的产品宣传片透过剪辑，最后合成一部10分钟左右的影片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不同厨房里面的产品宣传片做成合集。它影片里面的内容呢，全都不需要自己去拍的，都是人家拍好的。那你可能会问，这些有版权问题吗？那么在商业世界，这种问题呢是属于比较低层次的，因为你会发现啊，这个频道从2015年存活到现在，那存在即合理吗？
一开始的时候，你的做法就是主动的在抖音里面私讯，跟人家厂家去聊嘛，你免费帮他们在你的频道宣传产品嘛，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厂家都是不会拒绝的。再来就是他现在把频道做起来以后，基本上他也不需要主动的找厂家了。你家的产品需要他帮忙宣传吗？可以，给钱就 OK 了，对吧？就是当你做起来以后，很多的东西都自然的解决了，人家就会主动的找你业配了。所以这类型的频道谁去做都可以。一开始你自己做起来，然后赚到钱了，那你就可以去请一个剪辑师去帮你做影片，然后再去请一个销售员帮你接业配。那么整个过程呢，就会完全的自动化，而且只要他的影片还放着，然后不断有人看，比如说你现在去看他11个月前做的一部影片，过亿的人观看了，那么也代表了他不断的获得被动收入。而且如果你自己已经是一个老板，你有自己的项目，那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呈现你的产品或者服务嘛。如果你想要跟着我去学习创业，哪怕你没有任何经验，哪怕你想要从副业开始，只要你相信我的专业，只要你想要给家人更好的生活，只要你跟我一样不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，但又想逆天改命的话，你必须要跟我连接，走进我2022年最新的免费指导课。我会在里面公开我3个商业机密，帮你找到创业的道，也就是规律，然后你就可以生出无数个创业的招式，就是这么牛。有兴趣的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免费的报名。那么如果你想要做这类型的影片呢，但不知道怎么入手，其实你可以直接去联络他影片描述下的那些厂家，或者你前期肯定要苦一点，做一些调查嘛，在网上去找一些你地区的中小型的厂家，然后跟他们联络，说你想要做一个跟这个频道一样的影片，然后问他们能不能给你一些产品，对吧？然后你也可以变通一下，加一点自己的配音啊，甚至你可以把他们的产品买回来。不过你前期就要投一些钱了，但你还是可以找几个朋友跟你一起去拍影片嘛，让他们跟你一起分担成本也 OK 啊。我们创业一定要变通，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方法。那么第二种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，你完全不需要露脸，也不需要懂英文之类的外语，但你的观众却可以来自全世界，就是做一些纯音乐的影片。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大家平时听的都是流行曲嘛，那这样的影片有人会点进来听吗？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个频道叫做 Meditation Relax Music， 聪明的兄弟姐妹就会瞬间的开悟觉醒。对啊，纯音乐未必是潮流，但冥想是吧？失眠是吧？焦虑是吧？那你去看他的影片的标题都是什么 meditation music 啊 relaxing music 啊，还有 deep sleep music 等等，然后你点进去他的影片，其实还不都是纯音乐而已嘛。换句话讲，它就是在纯音乐的基础上加上一些元素或者文化，然后就可以吸引到比如说喜欢冥想文化的观众，然后他们就会跟着音乐闭上眼睛，进入到放松和冥想的状态。而且它每一部影片都几个小时啊，因为你搞个冥想，或者当你失眠的时候，这种音乐你不会只听个几十秒吧？这类型的活动你最起码听个半个小时以上吧。也就是说，这种影片的播放时长还比你搞个什么 vlog 什么真人实测的高啊。这个就是智慧。我们去看那最多人观看的影片，1个多亿的观看次数，然后3个多小时，单单这部影片他赚到的钱可能就比很多人每天起早贪黑任劳任怨，然后比这些人干个3、5年的薪水还要高啊。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说，我不会英文啦。首先，你的标题不一定是英文，你可以定位华语市场嘛。而且当今这个时代，如果语言还是有问题的话，那么这种人真的不适合创业。尤其在互联网上，你一个 Google 翻译3秒就能解决了，你就取个英文的标题嘛，就几个字都搞不到吗？听到这里，我想很多人都不敢问我问题了。但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我不懂音乐，我也不懂科学，那我怎么去制作这些会影响人类脑电波的什么 Alpha、Beta、Delta 的纯音乐呢？其实啊，我做了 YouTube 也有一段时间了，我自己对 YouTube 的后台音乐还挺了解的。我就见过外面这类型的频道直接去用 YouTube 提供给创作者的无版权音乐，比如说你点进后台的音乐库，然后在 Filter 里面选择情境，再选择平静，然后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免费音乐给你，然后你把这一段你觉得很好听的音乐下载了之后，不断的重播个1、2个小时，那么就可以成为了一段帮助你睡眠的音乐了。
那么这种做法呢是免费的，我也见过有人是这么做的，但我不建议，因为 YouTube 一般都不会推荐这样没有创作的内容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有点前期的投资了。我们当老板的也不需要什么都会，请人帮我们弄不就完事了吗？有一个自由工作者的平台我推荐给大家，就是 Fiverr。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请人帮我们制作这些冥想类的音乐，很简单，只需要在搜索栏这里打 meditation music，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哦，原来请一个人做一段 original 的 meditation music 只需要几块几十块美金而已。其实反过来，今天如果你有特殊的技能，比如说你会设计，你会音乐，你会写作，你会翻译等等，然后你想要赚外快，那你也可以在里面接活干啊。你看上面有很多的领域，然后你就可以成为卖家，把你的技术卖给全世界的人。当然这里面也需要英文沟通的，但还是那个解决办法，或者你找个懂英文的朋友帮你就 OK 了。再或者你也可以到马云的淘宝看看，你就搜索什么音乐制作之类的，然后你就可以用中文去沟通你的要求，对吧？记得一定要是无版权的音乐，不然你的影片就算火了，你的广告费都是版权持有者的。那么第三种频道就是宠物类的频道。先说一下大家都能够想到的，顾名思义，这类型的频道你不需要出镜，你的宠物出镜就好了。这边对你本人的外貌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你宠物长得帅，长得漂亮，最重要的就是长得可爱就可以了。那么这类型的门槛呢还是比较低的，就是如果你喜欢养宠物，你现在就可以去买一只宠物，不一定是狗或者猫啊。我最近看到一个频道叫做 The Secret Life of My Hamster， 这个频道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无法拒绝的。比如说他把监狱啊，把幻想世界那个游戏里面的地图啊等等，用纸皮或者乐高的积木搭建成一个道具的小场景，然后把他们家的小仓鼠放进去，让这只小仓鼠在里面闯关，之后就是用手机把它闯关的过程拍下来就好了。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，就是以前看过一部卡通片叫做《哈姆太郎》嘛，那这部卡通片当时非常的火，也说明了很多人都喜欢这种把仓鼠与人类场景结合的文化。那么这种小场景的制作成本也不高啊，都是纸皮、塑胶瓶做的。虽然我不会做啊，但请一个会做这些小手作的大学生不难吧？你也可以自己在空闲的时间去学啊。那么你看，他最厉害的影片有 4.8 亿的人观看，最少的也有34万的人观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影片都是推向全世界的，就算他是个泰国人、台湾人、香港人都无所谓的，因为他只需要把标题做成英文的，然后就可以吸引到国际的观众。最重要的是，它的封面非常的吸引眼球，就只是把小仓鼠和那个小场景截图就可以作为封面了。那么这样的做法呢，我们看看它每个月的广告费范围落在1万到差不多20万美金了。那么它平均每个月赚多少呢？我们拿个中位数，大概10万美金左右。我只问一个问题，10万美金大家多久才能赚到呢？这人他1个月就能做到了。其实我觉得他还可以赚更多。如果我是他的话，首先我会制作短视频，然后发到 YouTube 的 Shorts 还有抖音 IG 上面。这类的宠物型影片呢是非常容易获得这些平台的推荐的。很简单，喜欢看这类型影片的人很多嘛，你不信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，很容易破100万人观看的。因为这些平台都是在抢流量。再比如说 YouTube， 他们就花了重金去投资短视频这个领域，他们现在都非常愿意把流量推送给制作短视频的 YouTuber。当然 YouTube 在亚洲这个市场的短视频发展还不是很普及，但如果你的影片是这种可爱的宠物，那是可以推送到全世界的。届时当你拥有流量以后，你就可以去代言一些宠物的产品，或者自己去开一家网店，然后去推广自己家的产品。比如说你可以卖这些小场景啊、仓鼠的食物啊、用品啊等等，你批发去拿货，然后零收去卖，你也不需要什么实体店，直接给买家运过去就 OK 了。这样的话买家也可以得到你一样的体验。因为是电商，你的成本也比较低，你也可以卖得比外面的实体店便宜一点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样才可以称之为创业。因为如果你单纯靠广告费的话，你其实只是帮 YouTube 这些平台打工。虽然你这样做已经可以赚到很多钱，但你最多只是一个自由的工作者。而真的想要建立起你自己事业的帝国的话，还是得有你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啊，就是你得想办法结合电商的模式。有兴趣学的，一定要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的2022年免费指导课，
那么有的人还是觉得这样的做法太麻烦了。如果我不想养宠物，我可不可以做宠物类型的影片呢？在互联网上创业，只要不违法，所有的答案都是可以的。比如说这频道 Animal Facts， 先说说它的题材吧。它就是讲什么关于狗狗的10个事实啊，狗狗之间的比较啊，哪一种狗比较好啊。我们看它这一部100多万人观看的影片，就是比较金毛和拉布拉多这2类型的狗。然后它的影片的素材呢，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的，都可以不需要自己去拍的。比如说一些纪录片啊、抖音啊、Facebook 啊都有很多。那么你可能会担心有版权问题，这时候我推荐大家一个网站，就是我自己的影片也用这个网站，就是 Pexels。你可以在里面搜索 Golden Retriever 或者 Labrador Retriever， 然后你就会找到很多无版权的素材，随便你自己用。你只需要把这些素材做成合集就 OK 了。那么这种做法呢是非常无敌的，因为狗狗之间的比较，猫猫之间的比较，你就可以组成无数个排列组合，甚至你可以用狗跟猫比较，对吧？比如我自己啊，我就想养一只柴犬或者金毛，但我还不知道怎么在这2者之间2选1。那如果你做一期这样的影片，告诉我养柴犬的好处坏处，养金毛的好处坏处，那我就肯定会点击你这部影片嘛。因为在整个世界里面呢，有这样疑惑的人太多了，就算没有这样的疑惑，喜欢宠物的人也会观看。那当然这类型的影片要求肯定会比较高一些，因为你自己得对这些宠物有认识。那么像我这些对宠物认识不深的人，能不能做这类型的影片呢？还是能做的，不过就要有搜索资料和整合资料的能力。其实如果你能够融会贯通的话，这类型的影片还是可以衍生出非常多的变化。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心理学的测试啊、性格的测试啊、智商情商的测试啊，你都只需要在 Pexels 里面找素材，就可以制作成非常好看的影片。又或者你可以搜索一个叫做 Mr. Luxury 的频道，它就是告诉你全世界最贵的房子、最贵的私人飞机啊，然后你点进去看，里面充满了名车豪宅、观光胜地、钻石诸如此类的影片还有图片。那这些无版权的免费素材，你都可以在 Pexels 这个网站里面搜索一下，你就能找到了。那么我本人呢，也是参考了国外这种类型频道的做法去做影片的。我把我创业、投机股票、投资房产的经验，还有一些在金融圈子的内幕消息啊、资产配置的方法等等，结合我看过书本、参加过国外培训机构等等，所总结出来的道语术做成影片，然后免费分享给大家。那么我就试过几个月获得20万的订阅，当初我身边的老板都不看好我能够从一个商人做成一个 KOL， 但我还是做到了，也成为了这个领域比较有影响力的人。为什么？可能是我比较年轻吧，就是有很多一直支持我的兄弟姐妹就会问我，小医生你是不是开了新的频道啊？因为他们发现啊，有很多做法甚至名字题材都跟我很类似的频道出现了。那么我正式的告诉大家，我只有一个频道啊，你们说的这些人呢，都可能是我的学生。因为在我的创业商学院里面，我会手把手的从零开始教大家去创业、营销等等的道语术，就是我认为自己目前为止在创业上领悟到的真相以及最重要的规律，都毫无保留的在里面告诉我的学生。当然我也会把我做频道的商业机密做成一个 SDS 系统，这系统呢就是专门帮助一些你不知道做什么、怎么做、怎么选题，然后哪怕你不懂剪辑、不懂设计等等的小白，你都可以套用我的系统。当然如果你有自己的兴趣、强项或者专业，比如说你打球很厉害，你唱歌很厉害，你喜欢打游戏，你是一个健身的教练、英文老师，如果你套用了我的系统，你就会如虎添翼。那么如果你相信我在这个领域的位置和专业，你一定要透过影片描述上的连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。现在除了前期的优惠以外，我还会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的会籍，我会在里面不定期的更新财富自由的课程，包括销售啊、地黄术啊等等。我们团队还会为你解读100本书的精华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 Facebook 精英群组，里面几千人互相的抱团，互相的交流赚钱的第一手资讯，互相的认识。那么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命运，想要跟着我们学习互联网创业，真的一定要把握我们前期的优惠，因为我们这次会更新新的内容，可能马上就会涨价了。好了，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部影片有什么领悟。其实不露脸做影片的例子有很多，我随便都可以说，比如说开箱类的影片、教人美甲、教人画画、打游戏、烹饪等等的影片，其实露脸没有绝对的优势，尤其是知识型的频道，长期拍着你的脸在讲话，就算你再帅也会看闷的，这就是人性。
而我一开始说的信息差，就是大家可以去观察什么是国外频道有的，华语市场没有的，然后你去参考人家的做法。其实除此之外呢，你也可以去看看什么是其他平台有的，而 YouTube 没有的。比如说抖音有的东西，你能不能应用到 YouTube 呢？又或者 YouTube 的东西能不能应用到抖音呢？创业者所谓的眼光和世界观，就是指你能不能发现商机。而我认为所有的商机都来自于信息差罢了。做生意就是你我就算都开餐厅，你做本地菜，但我做西班牙菜，然后附近的100家都是做本地菜，只有我是西班牙菜，那我就赢了。创业就是玩这些罢了，真的，你能够融会贯通我今天说的这些，你能够找到这里面的规律，你会发现在我们看来，找一个创业的项目实在太简单了。记得报名我的免费指导课，继续的学习。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